下半部分我们会重点来看看 FI 和 TI 是如何看待和他人相处，以及如何形容自己的内在世界的。和他人相处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的？ FI 的答案：我很容易感受到对方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。每个人都是他们自己，也有他们自己的立场。在和人的相处中，我需要的不是别人被我说服或者夸奖的言辞，而是别人认可我、接纳我，并且给我做自己的自由。在大部分时候，我真的竭尽全力避免自己伤害到他人的情感。我会去讨他们的喜欢，但是如果有人贬低或触犯了我内心坚持的立场，我真的立刻就想和这个人彻底隔绝。我会删了他的联系方式，很可能这辈子再也不和他产生交集。我不会故意去冒犯他或者试图伤害回去，但是在那之后，他将失去我对他作为人的所有的尊重。所以大部分时候，我不喜欢公开分享我的立场。有必要的话，我会用幽默甚至自嘲的方式来转移话题。虽然我逐渐认识到，我可能需要更快地让别人知道我的个人边界，免得他们不经意之间就冒犯到。因为我极其讨厌别人给我添上标签，或者告诉我该怎么看待事情。我也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所以哪怕我是领导，我最讨厌的事情仍然是去评估一个员工的价值。人的价值怎么能从几项数据中去评估呢？ TI 的答案：我非常的独立，以至于我很难为了和他人达成共识而妥协。我宁可继续持有反对的观点，而不是被强迫和大家达成一致。而我自己独立的逻辑又很容易让我得到和普遍大众非常不同的结论。所以除了我最信任的朋友之外，我不太把个人的观点分享给其他人。尽管我不是一个好斗的、喜欢通过争辩打败对方的人，当我去将我思考的内容直接地表达出来的时候，人们经常因为我的诚实而觉得我在攻击他们。我的思考总是和他们的如此不同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做事情或者研究问题。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方式，而不需要被人管头管尾。但是我其实非常平等地对待每个人，哪怕我是管理者或者老师教授。当我听到他人的观点或者想分享自己的思考的时候，我都非常尊重每个人的想法。每个人的想法都应该得到充分的理解。我也经常不厌其烦地确保对方理解了我的想法。我们看到，不管 FI 还是 TI， 都不太有分享自己的结论的习惯，因为他们都不觉得自己的结论会错，也不需要他人来肯定自己的结论来获得这种价值感。他们其实都展现出了一点点那种对外界的不安全感，就好像我很清楚我自己，但我不信任别人一定也是这样。与其因为外界而带来自身的动荡，不如隐藏自己。但是这种隐藏并不是我没有自己的立场或者想法，而是没有必要去说。他们几乎不怎么提到对影响力的追求，别人是不是听我话被我说服，这些不太重要。但是也可以看到 FI 和 TI 的一些区别。FI 看起来更把立场和自己的个人绑定。如果你瞧不上我所相信的东西，那我真的不想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和你待在一起的每分每秒都是折磨。注意啊，这里是瞧不上，千万别觉得 FI 完全经不起反对和别的声音。其实对 FI 而言，有3种情况。一种是我的立场被理解和接纳了，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立场，这不矛盾。一种是我们都有各自的立场，但互不干涉，你也许不支持我的，但也没有完全的矛盾，没有直接的否定。只有极少数的第3种，就是自己的立场被攻击或者贬低了，他们才会无法忍耐。否则他们的忍耐度非常的高，也很愿意去取悦别人，让别人在情感上自在舒适。
而 TI 呢，则希望去理解清楚对方的观点，更希望对方能够理解清楚自己的观点。在 TI 看来，可能对错都不如准确无误的理解来得重要。你的内在世界是什么样的？ FI 的答案：我的里面就像一栋拥有很多不同房间的房子，里面有家庭、朋友的公共房间，很热闹，声音很大，挤满了人。然而，我最喜欢的那间房间，都有我个性化的家具和装饰，它们非常的宁静祥和，可以滋养我的精神。它们是非常私密的，只有我才被允许走进那里。TI 的答案：我的里面就像一个纵横交错的网格，所有网格坐标上都有自己的标签。如果你用放大镜去观察，你会看到每个交叉点实际都由一个更精细的网格组成，而这个网格又由更精细的元素组成，以此类推。随着放大，你会看到越来越精细、越来越精确的类别标签。这两个回答呢，我就留给大家来品味和解读。我们可以主要关注一下他们表达的重点是什么，在他们的内在世界中，他们想强调必须存在在里面的是什么。欢迎和我分享你的答案。最后提醒大家一句，视频中 FI 和 TI 的自白都是尽量剥离了其他认知过程的结果，它们和 INFP、ISFP 与 INTP、ISTP 最为接近。但是人不只具备一种认知过程，也不只受到人格类型单方面的影响，后天的经历一样至关重要。在生活中，每个人都是自己人格类型最独特的样本。